在当地时间8月13号的上午，台湾宣布嘉义县为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面对国际上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不对称战力成了台湾目前最大的目标。而相较于战机和潜艇这两种耗时耗力的庞然大物，无人机反倒是能最快见效的发展重点。那么台湾目前的无人机发展状况如何？未来又将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许多台湾朋友都清楚嘉义县可以说是台湾目前最完整、最优质的无人机产业基地。该地区有着多元的地形以及宽阔的地标，有着良好的无人机发展环境。目前该研发中心已经有20家厂商以及单位进驻，在未来嘉义县将成为台湾无人机的重要测试场域。那么台湾目前的无人机发展现状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4款台湾自研的无人机来看一看。其实呢，对于台湾而言，接触无人机的时间还是蛮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就和美军的无人机有过合作项目，前期曾经研发出多种无人机。比如在1995年，台湾中科院完成了第一架自制无人机查隼，它是一款轻型侦察无人机，具有自动飞行和实时传输图像的功能，航程大约在150公里，续航时间5个小时。后来中科院又与雷虎公司合作研制了001号无人机，并在1997年台北航展上展示了样机。不过最终该机呢，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进行量产。不过即便如此，这些无人机也为台湾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很快，钟祥2号瑞渊无人机方案呢被台湾军方接受，并且开始进行批量生产。该机早在1999年2月就被送到了台中清泉港基地展开飞行实验。在设计定型后，台湾海军本想以祥鹰计划名义采购12架，部署在东部海军神鹰基地，执行远程海上监视侦察、目标识别任务。但是该项目呢，最终却遭到否决。后来李捷将军的力推下，该计划呢才得以复活，并被命名为瑞渊专案，编制近37亿元新台币立项采购。因此，根据瑞渊专案生产的钟祥2号无人机也被台湾陆军直接称为瑞渊无人机。在经过3年的战术测评后，台湾陆军在2012年初购买了8套，共32架瑞渊无人机，提供给航特指挥部组建一个大队，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操作员运用。一套瑞渊无人机系统主要由起降操控站、地面导控站、便携式影像接收器、情报后传系统、飞行模拟器、战术装运车以及4架无人飞行载具组成。到了2012年3月7号，台湾陆军航特部实施瑞渊无人机训练飞行时，意外发生坠海事故。事后经过调查发现，失事原因呢是瑞渊无人机飞行控制功能有瑕疵，以及操作人员判断及应变处置不及所致。而之后的时间里，瑞渊无人机也屡次因为机械故障而导致事故，再加上它的部分零件已经停产，使得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改善。因此台湾军方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中科院应该将无人机的研发方向转向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游荡弹药，而非花大量资金去生产这些无法符合作战要求的拼装无人机。但是中科院呢，并没有就此放弃，毕竟无人机系统是未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设备，而目前台湾在这一块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因此在陆军与海军服役的10年期间，中科院一直都在对该机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试图找到改善的方法，并在期间呢，中科院总结了瑞渊无人机的3大弱点，并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化。它们分别是电子战能力、武器携带能力和通讯能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科院又为该机研发了新型气冷式转子引擎与复合材料机身，以减轻机体重量，同时提升其挂载能力。同时还为瑞渊无人机设计了新型数位通讯系统，将其侦察信号扩到200公里以上。而除了这些升级之外呢，第2代瑞渊无人机还具备了挂载火箭弹的能力，同时其任务指挥站更是与腾云无人机相同，从而可以降低其训练和后勤成本。相较于在俄乌战场上名声大噪的土耳其 TB2 无人机，台湾的2代瑞渊无人机无论在速度还是飞行时间上都要比 TB2 强出不少，并且在未来2代瑞渊无人机系统还可以挂载天剑导弹，对地进行精准打击，同时也可以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适应全天候工作。该型无人机将于2023年量产，机动部署在台湾高山地区，
其侦搜范围可以涵盖台湾海峡海域。如果将其配合上台军现有的侦察系统以及空军的 MQ-9B 与腾云大型无人机三者结合，就能够大大提升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侦察力量。继瑞渊无人机之后的，也就是剑翔无人机。当时呢，中科院已经开发出了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为了发挥反辐射导弹寻地器的边际效益，中科院随即就开展了研发反辐射无人攻击机的剑翔计划。该项目呢，开发预算为9.8亿新台币。它和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功能类似，主要用于对抗雷达作战，能够瘫痪敌军的观察通讯、预警以及战场管控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它分为巡标机和攻击机两种机型，可以说它既是无人机也是导弹。在发射后不会回收，可以在空中执行长时间的警戒任务，发现目标后就进行自杀式攻击，并且该机的外形也和哈比无人机类似，都采用圆柱形机身和三角翼布局。因为机型较小，所以它采用的是40匹马力的英国制转子发动机，采用螺旋桨设计。在作战时，该机皆装备在发射车上，一辆发射车可以装载12架剑翔无人机，对敌方武装进行群体攻击。它的作战范围呢有300公里，可以进行跨海峡飞行，在雷达上空盘旋搜索。在攻击之前，该机会搜索和锁定目标雷达信号，然后使用自身携带的战斗部摧毁敌方雷达。相较于美国上亿元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剑翔无人机的单位造价仅需4500万新台币，并且它体积较小，不易被发现，难以拦截，而且还能大量部署。目前该机已经进入量产阶段，未来将担任压制敌方防空网的任务。第3位呢是红雀微型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则是在2007年中科院参考美军的 RQ-11A 轻型无人侦察机发展而来的单兵手持迷你无人机系统。它不需要跑道进行起降，用手制的方式就可以起飞。在回收时呢，可以采用降落伞或者是滑降方式进行回收。该机是一款适应于小型部队执行短程作战、侦察任务的便携式无人机。在进行大约2小时的充电后，该机可以连续飞行15到20公里，滞空时间约3个小时，最大高度达到4500米。它的动力为无刷电动马达，机体前部装有日夜间的 CCD 摄影机，可以提供部队同步图像传输。其主要功能是支援部队执行短程作战的侦察、敌军位置的获得等任务。平时则可以支援救灾、水土保持、交通等监控。而最后一位呢，则是目前台湾自研的最强无人机腾云攻击型。它在2015年台北航天展上首次亮相，2018年首飞。该无人机使用的是和美国 MQ-9 无人机相同的 TPE-331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推力要比侦搜型腾云无人机大上数倍，使其可以挂载更多设备去执行任务。该机翼展为20米，最大起飞重量为1590公斤，最大速度为462公里每小时，实用升限为15000米。其功能十分完善，具备昼夜搜索、战场监视、侦察、火力修正、导引支援、电子对抗、对地攻击等等。无论是从性能还是从实用方面来看呢，都是十分不错的。而台湾这次成立的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家的无人机有更多面的发展。而该研发中心成立的前一天，台湾已经和无人机大国土耳其签订了技术交流协议。两者合作之下呢，台湾未来甚至还可以去尝试对无人机其他方面的研发，例如引进人工智能系统，或者发展无人机的空战能力。毕竟由人工智能系统来辅助操作无人机的话，不仅可以大幅减轻无人机飞官工作负担，还能够让一位无人机飞官操作更多无人机。而发展无人机的空战能力，则主要是让台湾无人机具备与传统战机作战协同的能力。就像美国的 XQ-58A 无人机，它不仅能代替传统战机飞入危险空域，从事各种高风险工作，还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在必要时呢，也能保护传统战机的安全。传统战机在操控多架满载各式导弹与炸弹的无人机之后，可以让其整体战力翻上一番。虽然这款无人机的性能并不算最顶尖，但却拥有着可以大量生产部署的优点，而且呢，也不害怕牺牲消耗，战时能以量取胜。
毕竟蜂群战术也是未来无人机的发展重点之一。美国海军就曾经用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空中释放大量的微型无人机，测试瘫痪敌方的雷达系统，同时利用大量便宜的无人机来消耗敌方的防空导弹，这也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新战术。当然，澳大利亚的 MQ-28A 无人机的设计理念也很值得台湾借鉴。相较于女武神，这款无人机呢更加侧重于匿踪能力与多用途性，它大幅强化了传统无人机的存活率与隐蔽性，拥有很大的优势，在空中侦察时不易被防空导弹系统发现。综合来说，下一阶段的无人机热门发展方向包括了人工智能、空战能力、匿踪性能、低造价、蜂群化攻击，以及由无人载具筹载发射、垂直起降能力、更长的制空能力等等能力。而目前呢，许多国家也在根据自己不同的国防需求，研究适合自己的功能。如土耳其就在发展无人机的海上扫雷技术，而台湾目前虽然说无法将其进行全面发展，但是针对以上的某一点来研发，还是很有好处的。当然，除了发展无人机之外，如何针对无人机进行防御，也是台湾在无人机发展中的重中之重。而目前拦截无人机的主流手段是非动能干扰系统，即俗称的射频干扰系统，主要是利用射频来干扰、阻断无人机与操控人员之间的通信和通信链路，使无人机无法继续飞向目标。该系统的有效距离在数百米到数万米不等。此外，电子诱骗也是对抗无人机的一种重要的软杀伤手段。该方法是向来袭无人机发送虚假信号或者导航链接，从而误导或者控制无人机。而在硬杀伤方面，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则被认为是未来拦截无人机的两类理想武器。激光武器具有精度高、使用成本低、瞄准即摧毁等优点，所以各国也纷纷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发展。而高功率微波武器则是通过发射超高频微波烧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元器件，使无人机失灵。理论上呢，只要无人机进入高功率微波武器的覆盖扇面，都逃不过被毁的下场。因此，高功率微波武器很适合对抗无人机蜂群作战。此外呢，杀手无人机也是颇受重视的拦截无人机的手段。而这所谓的杀手无人机采用的呢，是以无人机对付无人机的思想，用自杀式无人机来撞击来袭无人机。上述这些拦截无人机的手段呢，是各有优缺点，但在实际应用中，台湾呢其实可以选择集成其中的2种或者多种方案，以便大幅提高拦截概率。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台湾无人机未来的发展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